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见过神仙吗？带你走进肖战很多为什么都有答案，星光不负赶路人。在浩瀚的娱乐圈中，总有一些面孔令人过目难忘，而其中有一种美，不是靠浓妆艳抹堆砌出来，也不是凭借修图滤镜制造，而是源自天生的气质与后天的沉淀。肖战正是这样一个存在。有人曾在网络上打趣道：“看到这张脸，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镜子要收费了。”另一位机智的接话：“怕普通人承受不起啊。”听起来像个段子，可当你真正看过《玉骨遥》里肖战饰演的石颖时，就会发现这种夸张其实离真相并不远。古人形容美人，会用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这句话用在肖战身上恰到好处。他的五官并不刻意张扬，却自带一种干净与清澈的气息。这种干净，不是简单的皮肤白皙，而是由内而外的澄澈感，像山间清泉，清澈见底，带着不染尘埃的纯净。石颖是九嶷山清修的小道士，神官之身，仙风道骨。作为清贵世子，他的气度不凡，眉目间仿佛有云雾缭绕的孤傲，却又透着一丝温柔。这样的角色，对演员的气质要求极高，既要有仪式独立的高洁，又要有情感暗流的细腻波动。肖战塑造的石颖，既美的惊艳，又没有一丝造作。他不依赖华丽的服饰、繁复的妆容，而是用神情与举止，把人物的高洁与内敛演绎得入木三分。山中绝情客，多是痴情种。石颖行过万劫地狱，愿脱下神袍，坠入凡尘，只为与爱人长相厮守。美、强、惨三者集于一身，美的让人屏息，强的让人敬畏，惨的让人心疼。那句我见众生皆草木，唯独见你是青山，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诗句，情深而不张扬，绵长如春水。粉丝常说，肖战的表演是灵魂献祭式的，一旦进入角色，他仿佛将自己的灵魂交付出去，让人物完全接管他的身体与情绪。他不仅在情绪的波动上拿捏精准，还会细致到连微表情、动作习惯都为角色量身定制。这种细节上的沉浸，使观众很容易忘记屏幕上是肖战，而相信他就是剧中人。在《藏海传》中，狱中起火的一场戏，楚怀明放火欲置藏海于死地，平津侯及时赶到才救下他。那一刻，肖战眼神逐渐涣散，呼吸急促而微弱，这种表现精准贴合高温缺氧下的生理反应，背后是他在开拍前对场景和角色状态的深入研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便在这种狼狈的状态下满头乱发，脸上附着灰烬，他依旧透着一股干净出尘的气质，几乎没有刻意的妆容，皮肤的原生态质感清晰可见。脏乱的衣衫像经过艺术化的扎染，反而衬托出一种圣洁感。这种稀缺的质感，恰恰是很多演员无法复制的。肖战的特别之处，不只是外貌上的俊朗，而是那份干净的内核。他的眼神清澈，情绪真挚，笑容带着温暖的力量。他可以在舞台上光芒万丈，也可以在生活中安静细腻。这种内核的纯粹，使他在不同角色间的切换没有重合感。《藏海传》里的藏海沉稳如海，《玉骨遥》里的石颖高洁如雪，《陈情令》里的魏无羡洒脱如风。每一个角色都独立成型，彼此之间的气质没有混淆。同时，这些角色又与肖战本人共享某些特质：真诚、善良、执着。正是这种特质，让他的角色不仅活在剧里，也活在观众的心里。许多人最初喜欢肖战，是因为某个角色，但当他们逐渐了解演员本人时，会发现，即便剥去角色滤镜，他依然值得欣赏。这种脱戏依旧闪光的特质，使他拥有了庞大的粉丝群体，剧粉、角色粉、
本命粉，遍布全球。看过他主演作品的人，转粉率极高。而这正是他作为演员的核心价值所在，也让他的商业价值水涨船高。颜值是吸引眼球的第一步，但有趣的灵魂才能留住人。肖战的高情商、高智商、反应敏捷，让他在与粉丝互动时总能展现幽默的一面。粉丝给他看猫坚果的证件照，他会温柔回应。有人开玩笑问，还要多久才能进入你的心？他能机智化解，甚至有人用冷门的交感神经传导梗与他互动，他也能接住。这种幽默和真诚，使他的粉丝群体同样有趣且温暖，他们懂得欣赏，也懂得付出爱。2020年的星光大赏，见证了肖战与粉丝之间最动人的双向奔赴。当时后援会已解散，粉丝无法团购门票，只能各自想办法买票，价格高昂，数量稀少。但当肖战登台的那一刻，全场的红色灯牌同时亮起，一片红海在黑暗中燃烧，气势磅礴。每个粉丝原以为自己是孤军奋战的全村希望，到了现场才发现原来全村人都来了。这是一种不需言语的支持，我们在你身后，不怕，不回头，一直走下去。后来，肖战把这份感动写进了歌曲《我们》，把那片红海画进了专辑封面。这是特定时代、特定情境下的奇迹，无法复制。它不仅属于偶像与粉丝，也属于所有相信真心的人。沧海、石影、魏无羡三个人物，三种气质，三种颜色的发带。沧海颜色沉稳，书卷气浓；石影纯白如雪，仙气飘逸；魏无羡热烈红色，浪漫洒脱。这些细节上的差异，被肖战用表演赋予灵魂。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次抬手，都是角色独有的语言，成为观众心中无法替代的记忆。有人说，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。对肖战来说，每一次真心投入的演出，都是未来光芒的一部分。他用角色积累口碑，用真诚赢得支持。星光不负赶路人，他的路还在延伸，一步步走向更高处。或许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角色由他赋予生命，或许他会在不经意间创造出下一个属于自己的经典时刻。而对观众来说，能在荧幕内外见证这样一个演员的成长与坚持，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